大家好，欢迎又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说一下最近在外面录影时遇到的难点。虽然之前的影片已经解决存储空间的问题，最近的天气都是极端炎热，我们身为人类都难以离开冷气房，电子设备对温度更是敏感。在外面录影一下就过热降频，有时候热到萤幕直接降亮度。虽然我们没有遇到过热警告，但是用手摸也有40几度。尤其 A 牌手机的电池原本容量就不大，经过高温摧残之后，电池健康度更是猛掉。例如，像最近出去拍个7天，又掉了3%电池健康度。于是我们开始研究热量的来源。这是我目前正在服役中的手机 iPhone 15，一切都很好，低功耗表现优秀，系统流畅，相机体验优良。只是散热系统真的普通，不是没有散热，只是觉得它没有及时的把热量带到其他地方去，应该是少了 VC 均温板之类的，感觉只有单一点在发热。不过近期发表的型号有改善不少。研究了一下网络上的拆解图，从萤幕往下透视，会看到左半边是主机板，包含 SoC， 右半边是电池，右上角是相机，下半部分是萤幕驱动晶片和 COF 区域。延续刚刚的相对位置图，所有在图中标示橘色的都是发热区域，其中 SoC 放出最多热，毕竟集成了多个组件，包含 CPU、GPU、MPU、ISP 等多个单元。使用过程中，我大概摸了一下各部件的升温状况，电池和相机皆为平均升温，萤幕驱动和 COF 基板 Film 区域。在户外高亮度预览会导致大电流通过造成发热，即使它会降亮度来自我保护，但是电子设备保持凉快对寿命很有帮助哦。近期我手上刚好有一颗6公分的风扇，发响的时候我想到了2种方案。第一个是从长边侧吹，但是上半的相机还有下半的萤幕驱动晶片和 COF 吹不到。另一方案是从短边吹，所有组件都吹得到，所以最终我采用这个方案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成品，可以冷却所有组件，虽然上没有制冷功能，但是比起一直发热散不掉，凉爽许多。材料有，但是刚开始设计就遇到问题。首先第一方案是直接把出风口对准手机，但是这样气流被阻挡，而且方向不一致，反而降温效果不佳。第二方案是把出风口斜地吹向手机，这样可以让所有组件都得到均匀且方向一致的气流。给大家看一下原始设计图。开始制作之前，还是要提醒大家 ，DIY 有风险，请评估自身能力再制作。决定好方向后，现在来介绍所有材料。首先最重要的是手机夹具，用来当做这次 project 的骨架。再来是 USB-C 转接板，用来抽取能源从 USB-C 的24根针脚。接着是 MT3608 升压模组，用来提升电压给风扇使用。MT3608 可以输出5到28伏特，最大电流到2安培。最后本次风扇的运行电流约0.2安培，因此升压模组完全可以满足风扇的需要。如果您需要更大的功率，可以选择其他支持更大电流的升压模组。顺带一提，选购风扇时应注意启动扭矩的问题。根据我们掌握到的资讯，低启动扭矩意味着比较好转起来，因此选购时可以用手指稍微拨动叶片，观察谁比较好转起来，这样可以避免启动时转不起来的问题。本次作品相对简单，稍微展示一下电路架构。为了简洁，没有添加开关。步骤1到3，现在终于要开始制作。首先选一个您喜欢的材料，用脚趾大概描一下边缘，接着把它裁下来。步骤4，这个步骤我们连接 USB-C 转换板到升压模组的电压输入 ，VCC 对电压输入正 ，GND 对电压输入负，然后把它焊接起来。步骤5，测量升压模组的电压输出，一边旋转调整螺丝到更高的电压，这样可以转更快。步骤6到7，测量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。步骤8，同时制作穿线用的底板，板子上半部分只是为了保持对称而设计的。步骤9，穿线和用热熔胶固定底板和夹具。不过呢，手机夹具表面是光滑的，我担心它们无法妥善固定，所以我对光滑表面进行一些处理。我用美工刀在该表面刮出网格状的纹理，增加摩擦力。步骤10，添加侧板和稍微走线。步骤11，添加底板和钻孔给电压调整螺丝。步骤12，在背板钻孔当电压测量孔，并封上背板。
完成。欣赏一下各个视角的照片。最后，当我透过 PD 充电头给风扇通电时，发现它不工作。但是换成 A 到 C 的电缆连接行动电源时，它又工作了。在网络上寻找解答时才发现 ，USB-C 规定必须向充电头宣告自己是供电端还是用电端才会开始送电。因此有2种方法可以方便你向 USB-C 充电头截取能量。方法1，在 CC1 和 CC2 分别添加一个5.1千欧姆到 GND。方法2，使用带协议晶片的 USB-C PD 诱骗板。但是以上方法我都没有采用，反正我只会用 USB-A 的 C 的电缆给它供电。但是您可以视需求添加上述元件。我们现在来验证我的推论。首先，我使用 PD 充电器供电，拿白色 USB-C 到 C 电缆连接。如您所见不工作。但是当我使用 Power 板供电，拿起这条黑色的 USB-A 到 C。它开始工作了。让我们来看看实际装在手机上的样子吧。我知道它的形状很特别。这是 MT3608升压模组的电压量测孔。另外，本作品没有内建电池，避免被误会成手持风扇。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是经由测试是可以放进飞机托运行李内的哦。做工略显粗糙，但是自己做很有成就感哦。现在我们来透过频谱显示 App 测试噪音。首先关注是哪些频率。影片中是以外接麦克风。上电。可以看到620赫兹附近有明显噪音。拔电时，所有频率平移下降。接着我们来关心有噪音有多大。我们使用噪音测试 App 加上外接麦克风测试，环境噪音约30到40分贝。实际运行噪声约65到70分贝。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们，可以加上 PWM 调速控制转速，在不需要用到全力输出时降低噪音。好的，本次风扇的制作就到这里完成啦。如果喜欢本片的话，请务必帮我订阅、赞好和分享哦。在享受 DIY 带来的乐趣时，请务必注意安全。15